實在是不得了啊！各位即將目睹的是两洋旗舰小鋼炮的終極對決，就讓我們一起來見證究竟誰才是綠燈起步王者。會是全新的原廠設定的 Jet， 還是這台初代魔改半成品 RTS 呢 ？Anyway， 在正式開戰之前，我們還是先禮後兵，先來快速開箱一下三洋這次最新大改款的 JET SL Plus 158。看看它除了外形已配備升級之外，實際上還改了哪些東西 ？Let's go！ 大家好，這裡是今天要來開箱啦，全新三洋 JET SL Plus in the house yo！ 這次呢就請和義二輪，也是這台 JET 的車主来簡單做個介紹。今天就是來虐爆 RTS！你讓我直接嗎？哇 ！Oh my gosh！ 其實，在去年8月的時候，我真的差一點就跟阿斯買 Super C 了，懂嗎？對，那時候就是因為西部空間的關係啊，還有它的外形不太符合我老婆的胃口，所以就跟那個 Super C 走向了无言的結局。不過據說這一代新改款的JET 有改善內空間的，就包含西部空間啊、手把加高之類的。對，哇哦！今天來讓你喜歡我們 Jet。現在我們請阿斯來稍微介紹 JET 啦。不過盡量長話短說，因為待會還要 PK 的。沒問題。好，請。那我們這次三洋的 Jet 啊，首先外形都做了大改變，比以前更加的銳利。哦，是浮動碟嘛？對，現在都是浮動碟。是不能改的嘛？就是改成就 Super C 的話，不行，不能直上。據說他們發表的時候有說這個什麼碟盤的耐熱程度很極端測試。對，他公司有做過一些比較極限的測試，確保一般日常消費者在使用是非常足夠的。然後據說是来令片啊、碟盤還有那個卡鉗的鋼體它的耐熱程度都遠超於賽道的需求。对啊，這邊有做內縮，所以你的膝部空間會非常的足夠。哦，我待會就試過看看。現在是61鋼頭。所以是為了車主之後自行改裝，還是為未來 JET 改款的時候加大排氣量鋪路？應該是說，後續車主如果想要去比賽的話，空間會比較多啊。還是會不會之後的小改款，還是大改款之後，可能它的排氣量會超過 RTS？這個我就不知道了，應該是。哇，真的假的？這可以講的嗎？不行，不能講啊！你不能講就不要講，不要害我啊！哇哦，很狠耶，三洋！哎，光陽真的要加油啊，光陽！哎，給予祝福，我只能說。可以是你最近很喜歡油門一拜吧？沒錯。那這台車一定很適合你。怎麼說？因為它多了 ALC 退點火角，讓你前輪不會浮頭。還是建議要開着啦，不然危險。哦，對，我們待會測試也是 TC 什麼都全開了，都全開了。對，安全第一。其實三洋這一台車，它不像上一台之前的 Super C 可能會比較衝一點。那這台它有調教比較溫馴，讓一般消費者在道路會更安全。當然它尾速不會犧牲。那再來說，它轉速結合會比以前早大概1000轉左右。早1000轉，所以起步的時候就沒有那個動力的空窗期。對，比較沒有。對了，還有個很酷，我覺得它的那個前叉，竟然還有那個防塵套你有注意到嗎？有啊，Jet 這之前就有了。之前我沒有注意到。之前就有。這個我就覺得，雖然沒有那種機械美，不過我覺得還是偏實用性啊，這個東西。對，實用為主啦，因為畢竟道路的砂石粉塵久了，對避震的內管也是一種磨耗。還有我注意到它的後懸吊的角度，看像 RTS 的就比較正一點，就稍微有點傾斜而已。可是這個呢，斜的很明顯，是怎麼回事？為了你激烈操駕有更好的穩定性。哇，所以這台車還是在盡量以賽道的方式去設計嘛？對，它可以下賽道，也可以滿足你日常通勤使用需求。在這兩台世仇尬掐之前呢，我先再補充一下JET的外形。很多人說它長得有點像 RTS， 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像啦，因為大燈周圍的形狀的輪廓有點類似。原本JET 2顆深邃的大燈，現在也變淺了。但整體看起來 JET 還是有保留那種侵略性，是 RTS 比較看不到的。簡單來說呢，個人覺得乍看之下是有點像啦，就是乍看。去年在阿斯那邊看到的那台 Super C 的尾燈還有方向燈包含燈泡和燈殼的質感都帶了有一點復古的感覺。燈具這部分來說，改款後的 JET 就現代多了。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喜歡偏素色的車子就是貼紙部分越低調越簡單越好。這部分看來 JET 的話，第一眼看真的是帥，第二眼看還是帥。至於第三眼呢，就需要時間去證明它到底耐不耐看了。至少真的是有帥。然後儀表板的界面設計我覺得有點太炫酷了，稍微有一點眼花繚亂。我還是比較喜歡 RTS 的平整，然後比較簡單，判讀也比較直觀。當然，這也是我個人心得啦。我就強調是個人心得，會不會顯得有點俗辣？只是沒辦法，我覺得在這世道，我有時候分享真實心得很容易被貼標籤啊。阿石說了有改善的膝部空間，我現在來試試看。好像真的有因為我記得之前是肉眼可見的貼近
哇，坐墊感覺比較往後了，那前面有稍微，哎，前面還有比較寬，前面那邊一個拳頭，正常坐姿一個拳頭，然後換成 RTS， 糟糕，一個拳頭多，一個拳頭多，糟糕 ，Oh my gosh， 哎呦，好像還是 RTS 比較寬裕呢。阿史怎麼解釋這個？每台車廠設計的用途不太同哦，看這邊還是可以移動，我正常坐姿，對，然後前面當然是占空間，一般的坐姿，這邊還可以。按摩捶背，畢竟 Jet 是以賽事為主啦。也是啦，看得出它那個電控升級真的是給好給滿，而且價格好像比較便宜嘛，比 RTS 便宜，差不多，有比較便宜一點。哦，對啊，所以说还是可以吹啊，只是就比较稍微窄了一點點啊。不過我覺得有改善很多了已經。如果在戰鬥騎姿的話，你腳往後面有個卡點，可以讓你的腳更戰鬥。哦，我覺得它還是好乞丐啊。OK， 現在就進入兩洋旗艦小鋼炮的浪漫對決，一共12回合的短距離衝刺，看看誰才是今天的綠燈起步王者。全油門直線，加速大約60公尺，高度還原我們日常綠燈起步決勝的關鍵距離。畫面中這個紅圈是我駕駛的攝影機，也是終點標記。規則就是從起步油門一拜，過了車輛終點，務必馬上收油剎車，因為這樣的話你就會。Anyway， 這一次的 PK 以好玩為主，毫無專業可言。我們兩個大人也不拘小節，沒管什麼配重、機油番號、總里程之類的，就是要模擬實際路上綠燈起步的情境。你永遠無法決定你身邊跟你尬掐起步的是誰。但還有件事還是得稍微提一下，今天2代 Jet 是新車全原廠設定。至於初代 RTS， 這次已經升級了光陽2代 RTS 同款電推以及 ECU， 還換上了7B 的鈉離子電池。至於傳動，也捨棄了起步扭力，換取了中尾數扭力的延伸性。OK， 報告完畢，我們現在就直接 PK。第一趟，3、2、1。第二趟，3、2、1。第三趟，3、2、1。第四趟，3、2、1。第五趟，3、2、1。第六趟，3、2、1。第七趟，3、2、1。第八趟，3、2、1。第九趟，3、2、1。第四趟，3、2、1。第11趟，3、2、1。第12趟，3、2、1。
OK， 兩人短距離衝刺友誼賽暫且落幕啦。結果真的比想象中還要接近。JT 沒有我以為的那麼溫柔 ，RTS 也沒有靠這魔改佔到什麼便宜。再聲明一下，這次的 PK 僅是好玩為主。Anyway， 今天都是短距離非正式的隨性友誼切磋。下次如果時間條件允許的話，我再安排更嚴謹的友誼賽，到時候再讓兩洋好好的浪漫碰撞。如果各位還有什麼想要看的或覺得好玩的，歡迎在底下留言。下一回合該怎麼玩，就交給各位出題啦。那這影片就這樣子啦，我是克里斯，拜。